今天早上开了3个多小时，从 Tekapo 湖那边开到 Queenstown。好了，现在讲一下我们玩了大概12天吧的感想。我觉得我直接想要住在这里，我觉得这里的生活步调太符合我了，非常慢。先讲一次这一次的行程好了，去了米佛峡湾，它是1天的行程，8个小时。我觉得它算是我们所有的行程里面算相对 CP 值没有那么高的，因为它就是1天而已，然后要大概5000块台币，你就搭游览车，它从 Queenstown 开4个小时的车，把你载到米佛峡湾那边。中途中那个司机从头到尾都会导游讲关于纽西兰的各种文化什么东西的，路上都可以看很多风景，还不错。但是呢，到米佛峡湾那边就是整年几乎都在下雨，所以天气就阴阴的。我们搭上那个船的时候又都很晃，雨也蛮大的。然后看的东西算是蛮震撼的，但是很冷。然后因为很多人又挤在那个船头，所以我觉得体验上没有那么的舒服了。反而是在去程跟回程的巴士路上，沿途看到的风景比较吸引我，我觉得比较值得部分是这个。那个行程10分满分的话，我大概给7.5左右。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校外教学的感觉，因为它前面还会发那个三明治给你，带上船去吃。但我觉得那个司机补充的故事很有趣，蛮想听下去，不会像单纯的就是讲说这里的历史怎么样，他会分享很多故事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司机本人很有趣，还是他是一个亚裔的司机啊。我蛮喜欢我们的司机的。我觉得他介绍的很好。你会给几分？我想给8分吧，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整个这船很晃，然后很冷，然后人又很多，身为一个不是在这种就自己的国家没有这种地形的人来说，看那个还是蛮值得的。然后我们滑4天雪嘛，如果雪场的话，我觉得就第1天我们是星期一去，结果去的时候超多人，我以为接下来3天也都会这么多人，结果后面3天去的时候相对人比较少。滑了4天下来，滑雪的部分很开心，看景的部分也都很棒，因为这里的景真的都是大景，然后山很多，一望无际，四处都是很广袤的山这样，然后上面都有雪景这样，跟日本比起来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整体的体验来说，雪道上没有像日本那么的滑起来那么舒服啊。我觉得风太大了，一直把你吹走。对，可是我觉得好像跟就是雪场没有关系，跟运气有关系。然后这里的人几乎90%都是滑 ski， 没什么人滑 snowboard，跟在日本完全不一样。这里的人都会戴安全帽，日本人都不戴安全帽。对，我们有遇到少数几个看起来是亚洲人的没有戴啊。因为后来我那个头实在太痛。对，我觉得雪具的话，滑1、2次会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可以开始买一些比较会影响表现的雪具，比如说护目镜。这一次我们终于有带了，上次在台湾买好就要去日本的时候，根本没有带出门，都没用到。然后我们这次去了2家雪具店，第一间是 Green Card， 在 Wanaka 跟 Queenstown 都有分店，它是公认最便宜的雪具店，就是在山下，你自己租好然后再带上山，跟在雪场租都超级贵，但是就比较方便，因为就在山上，可以上去租完就不用拿，就可以直接开始滑。但是山下的雪具店就会比较便宜 ，Green Card 这样算下来1天大概是1400左右台币吧，加其他配件可能大概1400左右。然后另外一间 Quest 大概是1800。我觉得 Quest 可能有比较好，对，它比较贵，就够了。对，而且服务上我觉得 Quest 的某部分没有那么好，可能就刚好那个工作人员啦，我觉得。然后衣服外套我穿的根本一模一样，我2间不一样的雪具店就穿一样的外套，价格有差，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没什么差。而且你第2间的那个外套还比较旧，那一间的鞋子还会漏水。我一开始以为只是我不小心从脚那边进水，结果后来发现好像大家的鞋子底部都会进水。对，而且鞋子超臭的。对，鞋子真的很臭，臭到我们整台车差点整车死亡。徐北人他们现在还留2天在那边滑嘛，他们去另外一间叫 Brown Ski Rentals 吧，看看他们的评价怎么样。如果好的话，补充在资讯栏或者上字在这边 Brown Ski Rentals 怎么样？如果要省钱的话，就去 Green Card 就好了。但是重点是它的雪衣就是很丑，你真的要好看的话就自己买。我觉得在日本的租的都比较好看，这边的很像工人，对，很像打火人员、消防人员或者是替代役。觉得手套也可以买。然后真的是这边滑雪太阳真的太大了，说这边是因为我就不习惯戴面罩，我觉得那个护目镜会影响我的视线，但是大概2天之后眼睛就有点不太舒服，然后晒太多太阳。眼睛完全布满血丝，即使在雪地，你可能不会马上感觉到刺眼或不舒服，可是久了下来，对眼睛的伤害还是挺大的，还有皮肤也是，所以擦防晒乳也不够。对，就是全副武装啊，就是也要面罩遮住脸。对，雪场的部分我觉得有一点可惜的，就是我当初订，因为有3个人是新手，所以我不敢订那个 TravelCon 比较好像难度比较高的雪场，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到非常会滑，所以我就只有订4天都同了雪场 Cardrona， 所以有点可惜没有去到什么 Remarkable 或是 Corona Peak 那些雪场。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来啊。
所以我觉得跟日本比起来，这个Cardrona这个雪场有一点新手不友善。但是它有一个 beginner area 让你练习啦。就算是日线，我也觉得有点不友善。为什么？因为它不够宽。不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在日本滑的时候，就你就跟我说我很烂没关系，他们很常会闪我嘛，就不用担心会撞到人家。我觉得这边的人有好几次我就被回头看，就有点像是你挡到我的路了这样。可是我明明就是在 beginner 的路线上，后来我就有点滑得怕怕的，我就有点怕会打到别人。在日本都没有这种体验，就是我就滑得很安心这样。有可能是因为太拥挤了，人太多了，不知道。午餐很好吃。午餐我们有吃 noodle bar 不行。一样的价格，在下面的 Base Cafe 可以点到更好吃的。去 Base Cafe 点它那个西餐的自助餐，挑5样或多少？但我觉得那个2个人吃蛮够的。2个人可以吃一份啊，一个人吃一份有点多。一个 large 2个人吃这样，我觉得可以自己带泡面上去，因为他们有提供免费的热水。终于解锁在国外除了日本之外的国家滑雪的体验。这次来纽西兰主要也是因为我说希望在台湾夏天的时候能去南半球滑雪，这次如期达成愿望。滑雪的部分到这里，我们后来还有去玩那卡树，我们就大家看一下，花了1个小时吧，就在那边拍个照。那边很适合野餐啊，湖景、山景都很漂亮，就是很 chill。你可以全家一起来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来野餐，然后铺个野餐垫在那边吃个东西。瓦兰卡就是这样，大家就在那个树拍个照，然后就沿着湖那边走一走、逛一逛、散步一下。我觉得大概就这样而已了。他们讲那个 Arrow Town 很无聊。去瓦兰卡之前会先经过剑镇 Arrow Town， 那边就相对比较小那个城镇，就一条街而已，可以排1个小时到2个小时。如果没有要走步道的话，你就是感受一下那边的气氛啊、感觉啊，然后喝一下那个咖啡之类的，逛一下店。然后有个华人的淘金小镇，就是它会有石牌，上面有英文、中文介绍那边的历史，没什么东西，所以就是大概你去看一下剑镇长什么样子这样而已。像我们是有排爬山啊，但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爬山？景的话，我觉得还好而已，就是你在停车场那边能看到的景，跟你走上去看到的景差不多啊。有可能我们选的步道是比较普通啊。你如果从 Queenstown 到瓦纳卡的路上，可以先去 Arrow Town 剑镇看一下，然后就可以离开这样。可以吃个Patagonia冰淇淋。后来凯威他们离开之后，我们就往北开去 Tekapo 湖，会先经过一个 Pukaki 湖。哇，这里的名字 Queenstown 有 Wakatipu 湖，还有往北就是 Pukaki 湖，在 Tekapo 湖，哇，名字都超像。我一开始做功课的时候，哇靠，我整个搞混了。然后我跟所有人讲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根本记不起来。我们还快3个小时吧，到那个 Pukaki 湖那边，那个景色真的非常的漂亮。来南岛一定要去那里，去 Pukaki 湖，再去 Tekapo 湖那边，那里就是没有光害的城市。Tekapo 湖那边的那个景点叫做牧羊人教堂，那边真的很美，就是看夕阳、看日出。但我们是看夕阳跟晚上的星星，那个星星真的是那个银河超级明显。那边就是没有什么住家嘛，就没有什么光害，就整个都是暗的，非常适合看星星。月亮出来之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东西。对，那个月亮非常低，然后这样出来超级像太阳。看那个照片，你会觉得哇，太像太阳，真的很美。然后我们住的地方，那也就是一个小镇啊，就是一个很像游客中心，旁边有所有的礼品店，然后餐厅，所有的东西都聚集在那，还有玩那个什么滑那个绳索跟溜滑梯。小公园。对，小公园。那里的小孩好幸福。旁边就一间超市，我们就超市买完东西，我们住的 Airbnb 就在旁边的社区而已，大概开车2分钟就到了，所以蛮方便的。补充一下，这个汉堡超难吃。还好。不好就行。这一趟旅程，我会给它几乎前2高分，或甚至第1高分的，就是 Oraki Mountain Cook， 就是库克山，纽西兰的最高峰。是从 Tekapo 湖开过去，大概是1个小时吧。我们选的路道是 Hooker Valley Track 吧，然后终点就是 Hooker Lake， 那就是一个冰川湖。然后你走那个步道，沿路的风景都超级漂亮，你会一直停下来拍。你如果不停下来拍照的话，大概走1.5个小时吧。刚才我们停拍，大概走了2个小时才到。沿途的景都漂亮到你会一直停下来拍，就怕等一下拍不到。但其实是你怎么走都有景可以拍，而且它的步道很平啊，就是根本就没有在爬山的感觉。对，根本就是散步，所以我就觉得大人小孩都可以爬，就是最友善的步道，然后景又超级棒的。还有重点是一个结冰的湖，就很震撼。我们在那边拍，我们在那边吃冰啊什么的影片，你后面的背景都超像假的，很像 P 上去的。那个景点，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来的话，一定要去，绝对不会后悔。我觉得那个滑板车超值得去。我们去 Skyline， 就是在 Queenstown 上面大家都会去的滑板车 Skyline Lodge。
Luge，我还太早到，因为上网看好像说什么会排队，然后我们那天是平日星期三吧，结果大家还没营业的时候就到门口，根本没有半个人。我们跟员工一起排队，还试用了一下那边的厕所，很棒，很好用，很好玩啊，就是蛮刺激的。买那5趟的那个 package 比较刚好，3趟可能太少。你5趟的话，你前面2趟可以让所有人熟悉一下路线，然后接下来轮流上去玩。有的人去站那个拍照点，帮人家捕捉画面。我们有些画面、照片、影片都是有人去玩，有人去拍，所以这样大家都有画面，我就觉得这样蛮棒的。然后最后再留一趟大家来竞速比赛。它旁边也有帮居降，但没有人敢跳，那太高了。或者是玩那个叫降落伞还是滑翔翼，那个我觉得蛮不错。对啊，看到很多人在玩，那个我觉得蛮棒。不知道会降落到哪，但是我们在 Queenstown 的时候，就是几乎每天都看到有人在天上飞。整趟的旅程大概就这样。其实排那么多天滑雪，大家都蛮累的，每天都大概早上6点多起来，所以其实玩到后来都真的蛮辛苦的。而且我这嘴巴第一次这么干，一直晒伤脱皮，才知道要买那个护唇膏有防晒，最好就直接戴面罩啦，滑雪的时候。我们有人买那个 Icebreaker 的面罩，按鼻孔那边还有挖洞可以呼吸，那就很棒。然后我们这次后来被 Tony 推坑了那个 Icebreaker， 就大家几乎所有人都有买，它就是美利诺羊毛，就现在我们这里面也有穿的底层，就是主打透气亲肤，这真的很亲肤，穿起来很舒服，弹性系数又很高又保暖，但是价格就真的很贵，但是在这边买就是跟台湾差大概1500台币，所以价差蛮多的。然后当然我们主要都是买给爸妈这样。这次来纽西兰我就觉得哇，纽西兰就是一个一生必来的国家。你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人家拍什么影片，就算是我们这边放影片出来，你都不能感受到它有多壮观跟震撼，就是你真的要自己来肉眼看，然后360度这样看，你才能感觉到那种震撼感。我觉得不会失望，而且我觉得，像我也才待一阵子，但感觉治安不错。我觉得交通真的是最高评价，就是他们开车非常守规矩，大家很有默契，会礼让行人。我们这一次也在这边解锁第一次的右驾自驾，在这边自驾真的不太会想睡觉，因为路上都是美景，就是你真的是一直看哦，差点忘了看路。来纽西兰一定要自驾，真的要。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趟旅行都不会差，即使你遇到不开心的店员啊，或者是觉得 CP 值不高的 package， 但是我觉得整个自然的风光，还有整个人文风情，都会让你感觉到这一趟真的很值得。希望未来有机会再来。结果没有摸到羊。我们今天在开回程的时候，到一个牛的牧场，结果后来下车拍照，然后发现，后面有一群羊在往我们这边冲过来，在马路上奔。然后我本来还很兴奋，想说他们冲过来的时候，我会偷摸一下。我们怎么办？我们会不会被淹没？而且我们站在一个好像是他们出入口的地方，然后前面就有一个他们那边应该是他们农场人员，叫我们把车往前开，我们就把车往前开走，来不及拍照跟录影。对，反正就很棒。而且我有叫你下来看，原本在车上睡觉。这次也有在那边飞了不少空拍机，因为它有一些地点不能飞的，所以要先做一下功课。有些地方是你要用那个 app 申请，然后申请许可之后，他说你可以飞，你才能飞。然后我就尽量选一些不用申请的地方飞，就还不错啦。那台买了半年以上都还没飞到，我觉得这一趟纽西兰之旅，我觉得真的是满分。然后如果是爱鸟人士的话，更加推荐，因为很多很特别的鸟好，讲完了。好。忘记讲网络，就这边的网络，我们买了各家的信卡，都觉得不是很快。可是我觉得他们整个城市的 WiFi 很多，大部分的店都有 free WiFi。对，现在都有，然后住的地方也都有。然后我们来12天嘛，我是买20G 吧，但是我最后总流量只用了4G 而已，其实很少。我也只用了4G而已。除非你一直看影片，但是你在玩的时候你不会看影片，而且在很多地方都没有讯号，在一些山里开在山路的时候都没有讯号。尤其是滑雪那几天，根本就不会用到手机啊。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那我是用 eSIM 卡，就不用换卡，它是用10G 卡，它都有附赠的可以打电话，就我们可以订餐厅什么的可以用，大概就这样。然后在 Queenstown 里面的，也不止在 Queenstown 啊，就是任何观光地方的餐厅全部都要定位，不可能 walk in。好啊，那就这样哦。这些资讯给大家参考一下，可能有漏掉，再补充在下面，大家可以留言询问。